Hello， 高能一辈子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肉肉肉的徐子音。车祸，我看到这个词条伴随了我好久。徐子音福布斯排行榜前10，我觉得好撕了呀！姐姐们有姐姐们那种魅力。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就业不易嘛，就是多工种就业还是很好的。生活不易，多才多艺，多工种就业，条条大路通罗马。多工种就业，世道比较艰难，现在还是多种技能傍身会比较好一点。主题曲的第一句是你唱的吗？其实录歌的时候，很多人一块过去录了，但是很明显，尤其是在拍主题曲 MV 的时候，就是用很大的声音在播，旁边人说：“哎，你的声音听得好清楚。”对，就是因为那个 Yeso 是个低频的音，所以我的声音可能能够出来一点点。这首歌到现在你一共唱了多少遍？200遍应该有吧。因为第一次 one take 3天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每天只睡2-3个小时，然后就一刻不停的在学。到后面 two take 之前有10天，基本每天有8-9个小时都只练这首歌。现在一听到那首歌都有阴影了，明明你内心很抗拒，怎么又来了？但是本能的听到那段音乐就开始做动作了。而且这首歌适用于任何情况。问你，哎，去这里好不好 ？Yes, OK。比如说回宿舍会跟师傅说：“师傅出发，巴拉巴拉巴。”就这种。因为疫情，在长隆你们多关了2个月，在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呢？因为其实我们在里面完全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所以当时说所有老师都过不来的时候，我们还不太懂，没有感受到这个严重程度。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同学还去问学员管，哎，能不能去医院？我哪里不舒服？人家就你疯了吗？就到后面慢慢的，就是长隆也开始每天测体温，然后开始定期消毒的时候，我们才有意识到啊，原来外面的情况这么严重。结束之后，其实节目组也蛮难的，就开始给我们找国内一些特别优秀的能够来到广州的舞蹈老师来给我们上课，然后每天差不多也有8到9个小时的舞蹈课，然后每周1次的那种武林大会 battle， 就是在那个我们的茶水间，然后把沙发推开，然后我们分班，每个班弄个节目，当时弄得很花哨，还有妆发什么的。有没有和姐妹们有一些什么小活动、小节目？比如说一起去小卖部偷偷买零食。我们不让去小卖部，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小姐妹就是在半夜夜黑风高没有人的时候，她就在长隆爬墙啊什么的都是有的。就是姐妹们个人有个人的本事。这段时间是我们109个女生互相了解彼此最深入和透彻的时候，因为每天都待在一起，而且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宫心计倒没有，但是我们有很多小联盟，凤凰帮、蝴蝶帮、帝国风云，以零食啊、音乐啊这种为结盟契机的小团体，然后各个团体之间也会有 social 的那个过程，对，相互联盟，然后去一起获得更好的食物。那个时间物资真的太匮乏了，螺蛳粉在那个时候都是稀罕物件。小翟在楼上一煮螺蛳粉，好多人过去吃的那种。那段时间，因为长隆本来是有那个自动贩售机，那是我们唯一除了小卖部以外可以接触到外界食物的地方。但是那段时间连自动贩售机都空了。比赛期间真的是全面断网吗？什么时候才开始觉得节目很红？直到5月份的时候，当时我第一次出去外面，就出去长隆外面拍了加点戏，然后碰到了我之前的戏上认识的朋友，然后我特别真挚地问了他，我们节目火吗？然后他用一种就是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说火啊！就我才我们节目原来有热度，而且真的我到现在都没有实感。我出组的第1天，就是总决赛之后离组的第1天，我去了公司附近的那种购物商场，然后像以前一样就是蓬头垢面的，穿着拖鞋，然后戴着口罩嘛，疫情大家也都戴着口罩，然后我就站在门口，就是用那种很大爷的姿势在那边玩手机的时候，哎，突然有个人过来说：“请问你是徐子音吗？”那一刻我整个人都震惊了，你知道吗？又开心又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觉得我以后不能再这样出门了。都说境内的长隆横幅是一出连续剧，有没有在自己的横幅上看到什么虎狼之词呢？没有，我好像没有什么虎狼之词。我记得有一次曾可妮下去的时候，他的粉丝在那边喊：“曾可妮
你是什么天神下凡？这是我们玄关姐姐那一天津津乐道的一个点，说就看到曾可妮啊，就天神下凡来了。那不如让你的粉丝给你制造一个虎狼之词。倒也是不用，我的粉丝那个长龙朱五花。唱歌顶呱呱就很撕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土味的格调，很耐撕，就是在一群特别洋气和各种虎狼之词的横幅里面，出类拔萃的不一般，对，不太一样，一眼就能看到，真的蛮厉害的，怎么能想到那句词，而且好押韵。在《青春有你》的比赛里面，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个舞台？十面埋伏，但是其实十面埋伏后来再回头看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多地方没有表现好，因为时间太紧张了，对，所以从排练到最后上台，其实都是懵的，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只有3天，从学舞开始到上台，基本没有睡觉。我们整个组 A、B 2组就一教室的人。我那个时候让我家里寄了一张那个剧组的那种演员椅，然后可以躺下来的床，就是那一阶段我把那个床放在了我们的练习室后面，就是挡住的地方，然后那张床就成了所有人休息的地方。有的时候我看到摄像大哥都睡在那个上面，就是因为不止我们在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熬。那个期间其实记忆很深刻，就是我们练到玄关姐姐都感动流泪，说你们别练了，求求你们回去睡觉吧。但我觉得你们那个舞台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了，那也是我第一次对你有很深刻的印象，高音什么的。因为就是那个舞台特别纯粹，我们所有人整个过程当中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所有人一起努力朝一个方向，只为了最好的舞台。那有没有遗憾到就是自己没有表演那首歌？义工。我很想去真实，然后后面一首抒情歌，因为在这个节目里，我一直也没有机会去展示这种类型的歌，到最后也没有。这种歌是我比较擅长的歌，但是不是那种苦情歌。OST， 如果老板有需求的话，可不可以联系一下我？那你最喜欢的苦情歌是哪首？KTV 里面唱的每个人都泪流满面的那种。其实我之前参加节目的时候背了很多个人才艺展示曲，然后在出舞台的时候没有展示，有我知道你很难过，还有想自由，对，这些都是比较深沉苦情，就是我擅长的那种歌曲的类型。觉得出舞台蛮可惜的，就其实真的表现非常好，但后来一剪没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是到后面才知道的，在节目播了有一阵吧，后面有人来安慰我。没关系，其实也播出来了。我说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当时其实老师打分是有争议的，就当时 Ella 和 Johnny J 给你的是 A 嘛，然后但是其他老师可能就会不同的意见。当时你心里面崩溃吗？还是说镇定？因为其实我们在台上听不见导师讲话，对我们是听不见的。就是我们在台上就是站在那里，然后导师在那边议论，我也不知道导师们在议论什么，但是我知道，就我们那趴评级的时候，导师们讨论了特别久。所以你是不知道自己之前有可能是 A 的？有期待过，因为一表演完，当时 Ella 老师和 Johnny J 老师就是给了我很高的夸奖，所以不能说没有期待吧，但是 B 这个结果也是很不错了，因为那天所有的评级都让我觉得老师好严格啊，我会不会就是一开始对自己的期待从这里，然后每一个舞台结束之后慢慢降低，对。我觉得你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就是后来就是主题曲之后好像是 D 班，对吧？那时候好像感觉你也是在好好练，也没有任何的放弃啊，或者说沮丧什么，心里面有点沮丧吗？说没有沮丧也是骗人的吧，不可能完全不在意说拿了个 D 好开心，也不会是这样。但是就毕竟还是很多节目的过来人，就参加过别的节目，所以心态调整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比起结果更在乎过程，自己努不努力吧。而且疫情期间我们练了非常长的时间，其实收获的东西很多。练主题曲的过程当中，虽然评级是一个结果，但是这期间长的功是长在我身上的，我知道这是对我有益的东西。所以还是蛮值得的。这个结果倒是可能老师有他自己的考量。真的是好学生说话很有底蕴的感觉。你看这位大哥是见过很多小爱豆的，然后都觉得 OK。就是小爱豆应该就那当时就是你知道，就总决赛完之后嘛，你知道总决赛的最大的一个热搜词是什么吗？车祸，我看到这个词条伴随了我好久，我感觉到现在搜还是这个词条最多。那这个你会有阴影吗？那烈你也唱了嘛？但是我看到的那个评论是说是你，然后安琪还有那个戴妍妮3个王戴青铜的感觉，你是怎么看你当时那个表演的？我其实挺费解的，就是我看那个视频，因为
我们平时练习啊、彩排，包括最后的节目录制，我们都一遍一遍的有在听。因为其实可能节目传播出来的听感跟我们平时真正听到的差别还是蛮大的。我从来不觉得我们组唱的有什么问题，我甚至觉得唱的有一点好。我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一刻我还跟虞书欣说，我觉得我们这首歌每一个人都拿到了最合适的 part。当时现场演完，我们都觉得还不错，就是因为我们耳返听到的也是还不错，彩排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后面我去看了那个视频，有一点点过分，真是我有被 shock 到，就是为什么一点混响也没有，然后伴奏也听不到，像是那种座机出来的声音，然后所有声音的高低频也没有了，只剩下最中间那个最干的声音。不过那也是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机会吧，原来还有那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你是稳的，网友是正常。对，没有，但是我后面很真实的审视了一下那个视频里面我唱的，还是跟我平时稍微好一点的发挥有一些不一样。其实那天大家都很兴奋，而且现场也很兴奋，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觉得还不错，还是有一些状况的。我的腿环和麦都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直播没有舞台，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到。我到第一段 A 段唱完之后，我们有个这个低头的动作，我低头看一地的东西，就什么链子呀，什么手环啊，什么耳钉啊，什么还有发片，你知道吗？就是掉一地。那个地真的，我就开始在那边扫腿，就是开始扫地，把那些障碍物清掉。然后到后面，我整个耳返是没有声音的，就是线断了。然后我们下去好多人都是这样，可能是因为我们彩排的时候就大家都太兴奋了，跳舞的幅度都变得很大。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衣服上也是上了针的，就是缝住了的某些地方。然后我一个蹲下的动作，啪就开了。然后再一个动作，啪就听不见耳返了，然后就开始听地返。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千万不要落拍，真的。然后到后面下去的时候过于兴奋，所以没什么记忆。现在回忆起来，那个现场还是蛮精彩的。对，可能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经历过直播这种东西，所以缺乏经验也有一定的关系。后来比赛结束以后吧，拿到手机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是搜什么？第一时间回微信，我手机里大概有500多条吧，就是已经到点了，基本那一整天都用在回微信上面。然后有很多小学的时候的朋友、老师什么的，都给你发来那种祝福和加油的视频，还有很早之前1、2月的时候的那些信息，对，一个一个回。是因为大家都很关注你嘛。而且基本上很难得，作为一个非常有幸接受到你的小学、中学时候内线的那种人完全没有差评，我觉得真的是就人品很好。也没有，还是蛮庆幸的。这个节目让我就和很多朋友、老师和以前的同学、邻居什么的恢复了联系，还有一些以前就很小的时候可能只有印象，但是也没有接触过，也没有联系方式的，现在都有逐渐的恢复联系。后来爸爸妈妈有给你表示祝福吗？说你的成绩然后满意吗？我爸爸就是看完了之后，非常客观的点评了我当晚的所有表演，然后指出了我的问题。说你以后在台上一定要这样，不能那样。这段唱得不好，这个字唱得不好，那个字唱得还可以，对，就是这么点。然后顺便夸了一下自己。你以为你唱歌为什么这么好？还不是因为我遗传的好。我小时候是合唱队的，然后爸爸真的厉害。比赛完以后嘛，好多人说你是意难平，就剪很多视频啊，徐子英说的意难平啊什么的。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意难平吗？我还好因为这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还挺满意的。因为其实每一轮我都觉得我要淘汰了，每一轮顺位发表之前一天的晚上，我都在寝室里面纠结，我到底是收行李还是不收行李。我记得当时，最后一轮顺位发表的时候，我走上那个台子的第一句话，天哪，我进总决赛了！我就只有这一句话。对，所以整个过程很过瘾，我所有想做的、想完成的舞台。我都完成了，对于我来说没有意难平。我觉得我实现了我所有的梦想和我想完成的舞台。这个节目我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之前好像有看到采访说，我进这次就《青春有你》这次如果不成功的话，然后你以后可能就不做爱豆什么。你现在还有这个想法吗？还是说以后你以后的工作重心你觉得是做演员、爱豆还是做歌手？我没有给我自己设限，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就业不易嘛，就是多工种就业还是挺好的。做 idol 这个事情，其实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已经放弃了，因为我的理解里面 idol 区对年龄还是有限制的，就是在我追星的那个年代，我那个时候已经基本就是放弃这个想法了，然后开始寻找自己新的目标和梦想。青春有你是给了我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
未完成的梦想和没有过过的瘾。所以你以后会演员和歌手这两方面，你会更喜欢哪一个？还是说齐头并进？齐头并进，生活不易，多才多艺，多工种就业，条条大路通罗马。出了镜以后，你还会和你们的姐妹聚会吗？目前我们其实约过好多次，但是时间都对不上。大家都是大明星了，现在对出来就是我是女艺人，所以就是档期特别难约，特别难排，传了好多次没有传成。也有在约说什么时候闲下来，能有机会，肯定还是要。对，希望不要有这么一天，我们可以一直保持网友的关系。你是打游戏特别厉害是吧？智商高嘛，打游戏很厉害。其实我以前打游戏真的很不好，到大学毕业之前那段比较无所事事的时间才开始接触到游戏。第一次接触游戏的时候，我简直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就是我以前的我一直无法理解，就是怎么可以沉迷游戏到这个地步。等到自己真正涉猎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涉猎比较晚，就憋了太多年了，就变得很投入、很专注。废寝忘食的那种，然后我就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各大赛事，然后就看他们分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后，开始实践，用理论玩游戏。有没有关注最近《乘风破浪的姐姐》这种类似于你们那种节目？有，我昨天有特意找来看，我觉得好撕累。姐姐们有姐姐们那种魅力，你会比较向往就成为那种姐姐的样子？不管是哪一位，就是成功且富有的姐姐。都还蛮有个人特点的，叫我的时候，许新文是徐子颖，就是很远的地方，用他特别雄厚的声音就见到我，徐子颖，他就是这样叫的。对，雪儿是见到我就是肉姐，她一定是就是拽着我，然后对，就是整个镜里只有她这么叫我的，虽然她比我大那么几天，对，但是她一直都是还是叫我这个称呼。戴妮，对，我跟戴妮有一种就是小区里的成年男子相见面的那种打招呼的感觉。我跟戴英见到就是先挑个眉毛，来啦，就是然后就怎么样，就是对，然后一个眼神，然后就回应一下。卓怡是碰到了困难的时候，他会扒在门口，马来结合台湾口音，徐老师，对，就是这样的。乃万见到我是这样，有，有，然后我就 Yo what's up，就很 swag。